就是在走的时候，这个手如果单纯只是放松，让它关节开的话，觉得那个拧转的力道好像就没那么强，好像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牵引吗？还是那种？问题是放松让关节打开这一步你做到了没有？啊？还没有？那你不是问白问吗？我回答你也是白回答你啊，对不对？我喉咙哑半天，给你的东西也没有用啊。所以把一先做好，你关节不打开，你不能拧转。所以练拳要问问题啊，是要从你的锻炼当中产生出来的问题，你才问，不要用头脑想出来的问题，不要找书上看到的问题来问，没有意义啊。你的大毛病是吧？从上课第一天我就说你。刚刚讲那个身体放松这件事啊，脚掌跟你的踝关节，因为踝关节是在脚掌的后端。对。那它不就变成是你的踝关节重心在后端，可是你脚掌的重心在中间，那两个不会不平衡。会。就是它会变成是，如果你脚掌在前面，那你的重心都在后面这样。没有啊。你的踝关节放松在正位，不会让你往后倒啊。你要在这个里面去找平衡啊。所以我们的脚掌的重心是在那个有个穴道的那里。所以我说大部分啊，你如果胸腔能够落到腰眼的话，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这样不懂？因为它在这个胸腔自然落下来的位置，刚好就在脚掌的中央。啊，哎，我会问太多问题吗？不会，问问题好啊。因为我有一点误会，你刚刚说，压力有时间我们把太在下面。太下面，不好意思。yes. 在这里，我们有把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因为胸腔的重量是往下，我们用肩胛骨来平衡。不是，你把它消掉。好 ，OK， 给我，来，哦。你刚才讲的这个地方啊，骨盆上面这个地方是腰椎的部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第一个我讲的胸腔落下，这是不是你刚才讲的重量在前面嘛？当它落下的时候，它的落下方向，因为它这个形状是一个弧形，它落下它的方向不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它的方向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它是弧度的落下。当它这样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这个曲度会起来。会变成这样子，因为你要把它当做一个球来看，把它当做一个球来看，这样不懂？那腰眼的部分呢？这是肩胛骨嘛，落下来的时候，横膈膜从这边上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把肩胛骨落下去的时候，贴到肋骨落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力量，肩胛骨的力量会贴着肋骨下来，它的力量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为什么要给它的肩胛骨贴到旁边？
什么要贴到肋骨。刚刚说横膈膜跟肩胛骨要加一起。不是，是肩胛骨要，那个是让你们感觉到那个腰眼在什么地方哦。哦 ，OK。当然你在练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在练的时候，肩胛骨也要沉下去，贴肋骨。OK。因为手臂跟我们的身体的跟腰的关联处在哪里？就在肩胛骨。你可以翻成背面吗？这个没办法。这个没有用网络。哦，没有背面，就是肩胛骨是不是手臂的根 root of arm？ OK。所以当这个肩胛骨是浮起来的时候，肋骨没有贴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浮起来的。浮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手臂跟我们的腰就没有关联。所以手臂要跟腰关联，你这个肩胛骨必须要贴，而且它的力量要往下。这个时候，手臂跟腰就合住了，变成一个 line。听不懂？所以所有的结构的位置都在什么？都在形成一个骨骼的 line。所以这个重量，这个手臂怎么跟身体连接在一起？是不是？就要透过肩胛骨嘛。然后这个腰，我现在讲的腰是这个腰了哈。这个腰怎么跟胯连在一起？腰怎么跟胯连？啊？要通过肩椎 ，sacrum， 因为 sacrum 它在骨盆里面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我们的 sacrum 的力量能够往下的时候，它就接到我们腿的后方了，接到这个地方了。torso 跟腿的力量就结合在一起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如果我们的骨盆是前倾或者后倾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肩椎没有办法连接到腿。我说的是力量的连接，不是 physical 上面的连接。这样不懂？这样合理吧？合理吗？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追求的就是骨跟骨之间的连接啊。所以为什么，比方讲，你的膝盖的力量不能往后去，不能往后顶，因为这个力量方向跟这个骨骼方向不合，力量在这边断掉了。我就算是弯曲，可是我后面的筋，我就算这个腿是弯曲的，可是我的力量还是循着后面的筋下去的时候，它就没有断。听不懂？所以几个地方我讲过嘛，就是手臂跟身体的连接，脊椎的连接，这个地方是很容易乱掉。就是说，你的力量，有的人说找命门是肚脐这个地方往后，可是往后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的力量，你这里的力量变成往后去了，变成这个了。这样的时候，你这个力量又跟骨骼的方向不一样了，错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要用这个脊椎本身的力量，脊椎是一个上下的结构嘛，所以脊椎的力量必须要什么？必须要上下的。所以你从这边突出去，或从这边突出去都不对。因为它不是脊椎结构的方向，听不懂？所以脊椎比较难处理，因为它的节数太多了。可是重要的就是胸椎跟腰椎，胸椎跟腰椎这两个部位，要把它顺开，循着骨骼的方
方向走，然后就是胯，胯是什么？胯就是 torso 跟腿，我们的躯干跟腿之间的连接，所以你胯的方向错了，身体跟腿的连接就错了，就没有连接了。同样的，你的膝盖，你的一个步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的力量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大腿跟小腿之间也没有连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，我的力量从筋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连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训练，这些结构都在找什么？都在调整我们的骨骼它整体的连接点，都在找肢体的连接点。为什么要有这个连接点？因为力量可以顺畅的透过它传递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身体要用一个统一的力量来运动。你去看那个豹子在跑的时候，或者豹子是最明显的，因为它瘦嘛。你看豹子在跑的时候，那个身体的，因为它是横向的嘛，所以它在收腿的时候啊，你不会看到它从膝盖收吧？因为还有一个，他们的膝盖是往后的啦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他们收腿的时候啊，收腿后腿收进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帮助他们的身体往前面窜。他不会收一个腿，屁股往后一坐，然后再蹬起来跑，然后收一个腿再一坐，不会嘛？这样不懂？可是我们在练拳的时候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方式是什么？我们的方式就是腿往前一晃，腿往前一晃的时候，上身是不是就往后了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个力量嘛。我这边往前，它是不是就往后？是不是？那你要往前走，你移动一个腿，还把自己往后拉，这怎么会对？听不懂？所以你了解了这一点，就是力量一定要循着骨骼结构的方向去传递的时候，你做很多动作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了。这不用争辩，下来一试你就知道。啊，所以拳路招式每一个都是我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运动，都是要循着骨骼结构达到一个目标点。你能够完成的越好，你的力量的传递就越好，你的结构就越对。因为它在臀部这个地方啊，臀部这边从下来，它会走到这个地方来。OK， 从那边去到腿。这个 hamstring 的地方。啊。你说后面这里的筋。对，还要还会往里。对，还会往里。然后筋的连接，很多时候是靠力量去连接的，不是 physical 上面他们连接，是用力量把它们连接起来。啊。我觉得你刚刚说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之前以为筋膜跟筋是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OK。对。明白。膜不能连接身体，膜是保护身体。筋才可以。谢谢老师。八段筋的第三个，八段筋不是拉筋吗？所以它那个第三个它是斜的，一个往下，不是都往上往左，不是都是往上往下。所以这个是上下。那一样，你的肩要翻啊。对。啊。不是不要造成这个。对，不是那样子。啊。